你知道吗？从2024年开始，就有很多百万甚至千万订阅的 YouTuber， 他们决定暂时或者永久性的停更他们频道。It's not clickbait. On March 9th, I will be hosting my last Theory episode, at which point I will be handing off the channels to someone else. 这引起了很多人注意，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都非常羡慕的 YouTuber 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大 V 能够完全的舍弃掉？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还是平台的未来他们并不看好？这期影片我们就来深度讨论一下，为什么在2024年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大批的优质频道决定退出 YouTube。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通常新年的开始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全新的视角，大家都下定决心，这一年要比去年过得更好，要获得比去年更多的成就。然而，对于很多在YouTube上面的大频道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拥有1840万订阅数的频道 The Game Series， 它的频道主 Matt Pat 在一段泪流满面的影片里面宣布退出 YouTube。拥有637万订阅数的 Tom Scott， 他决定在经过10年之后，决定不再产出教育类的影片。Joe Harvey 告诉他的194万的订阅者，他将不再每周更新短片了。MidCan 决定暂时的停更，去暂时告别他拥有669万订阅数的频道。在去年12月，经营频道13年，获得1140万订阅数的 Captain Sparkles，他告诉他的粉丝，他正在退出 Minecraft 这款游戏。同样在12月 ，Stamping Longhead 告别了他的 Minecraft 频道。那么，为什么这些大频道会选择在2024年降低他们的更新频率，甚至是宣布退出这平台呢？首先，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过度疲劳。过度疲劳是驱使这些创造者离开 YouTube 的主要原因。这些 YouTuber 在他们的告别影片里面有频繁提到一个词 burnout。过度疲劳对于 Matt Pat 来说，制作影片超过10年，就意味着他是把他的工作放到第一位的，家庭排到第二。他表示他非常的怀念那些可以玩游戏，但是不用考虑把这些游戏的集锦去做成影片内容的日子。他基本上的生活都是围绕 YouTube 的，连和他的妻子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 YouTube。他的生活已经充斥着 YouTube 了。Joe Harvey 并没有宣布退出 YouTube， 而是他表示会把更多的精力去放到长篇电影上面，而不是每周发布的影片上面。他希望的是能够每个月制作出一部长篇的电影。Tom Scott 表示，他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过度疲劳，而是他觉得他的生活已经被工作充斥着了，他需要稍作休息。MidCan 表示，他想致力于原创内容，而不是让他出名的卡通模仿作品。如果你生活里面只充斥了一件事，就像这些大的 YouTube 博主一样，他们的生活只有 YouTube， 你并没有时间去陪你的家人，去和朋友娱乐，去放松。那么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你就很容易导致你过度疲劳。这频道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个成就，确实需要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面去把所有的精力去放到 YouTube 上面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能够长久的方法。我们作为创造者，还是需要学会去放慢脚步。生活并不是只有 YouTube， 要学会给自己放松。导致创造者过度疲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近几年有更多发布内容的平台了。在2020年之前，只是在 YouTube 上面去发布影片内容，就能够成为你全职的工作了。有的创造者也会在 IG 上面去发布内容，或者把 IG 去当做他们主要的内容发布平台。然而在疫情期间 TikTok 加入，让整个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创造者需要开始考虑到短视频这种内容形式，所以现在的创造者真的越来越辛苦了。有很多创造者会要求自己每一周在YouTube上面去发布一部影片，在 TikTok 上面发布3部短片，也要保持在 IG 上面的更新频率。如果有可能的话，并不只能够发布照片，因为现在的 IG 算法会更喜欢你发布 IG 的 Reels。每一个的算法都希望你在本平台上面去编辑原始内容的，所以你要根据每一个平台去做出原始版本的内容。你还需要保持回复邮件去编辑品牌合作的内容。同时，如果有新的品牌推出，你要去早点涉足，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推出的 Threads。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平台的加入，我们作为创作者想要保持在每个平台上面都能够发布内容是非常难的。我发现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创作内容，你可能听起来并会觉得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是已经在网络上面去发布内容的创作者，你就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你追求的内容是有一定质量的。这些正在退出的 YouTuber， 他们制作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他们的内容质量都非常好。我个人觉得，当平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在落后，这样随着时间一久，就会滋生起过度疲劳的感觉。总体而言，我们会发现，当平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有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不专注在 YouTube 这平台上面呢？但是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创作者都不会把所有的鸡蛋去放到一个篮子上面的。他们想要在多个平台上面去发布内容，去分散这种风险，因为你不能够保证 YouTube 演算法会一直青睐你的频道。当 YouTube 演算法不再青睐你频道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平台能够依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创作者，这一点是非常难实现的。YouTube 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在 MadPad 的影片里面，他有提到现在的互联网正在发生变化，这是所有 YouTuber 告别影片里面的一个主题。YouTube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创作者正在努力地跟上观众态度的变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TikTok 的加入。YouTube 最初是一个低成本制作影片的一个平台，是电视可替代的选择。但 YouTube Premium 于2015年推出的时候，它推广了像是 Joey Graceffa 逃离职业系列这种高度制作的影片内容。从那个时候起， YouTube 在不断地鼓励影片播客和更长、更夸张的内容。如今，由于 TikTok 就能够让创作者以最小的努力去规模化的产出和分发内容了。YouTube Shorts 在试图弥补 TikTok 还有 YouTube 之间的差距，但是对于很多在 YouTube 上面长期经营的频道主来说，他们依然困在了去满足更多观众内容的需求而不断努力的循环里面。还有就是想让你的频道能够持续不断的有流量，并且你的频道有稳定上升的趋势，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能够做 YouTube 频道，现在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你只需要一台手机就能够开始做 YouTuber， 这是一个门槛非常低的事情。然而，能够成功的 YouTube 频道是非常少的，有90%的 YouTube 频道，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获得1万个订阅人数的。那么，想让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成长，就需要跟着平台的规则走。YouTube 平台最重要的规则就是 YouTube 的演算法。YouTube 演算法它的第一目标就是推荐给每一位观众他们最想要观看的影片，这样观众就能够留在这个平台上面更长的时间。当YouTube演算法发现推荐了一部影片它的效果不好，那么下一次的时候推荐量就会减少了。所以创作者就必须要迎合演算法还有观众的喜好，他们能够从后台的数据里面去看到频道里面有哪几个话题的影片它是表现比较好的，是受观众欢迎的。所以作为创作者就能够总结到，如果我多制作出这样类型的影片，就能够获得更多流量。其实做 YouTube 频道，当你的频道越能够针对一群观众的时候，你的频道所获流量就能够越多，这就代表你在你的频道里面不能够发布别的类型的影片，即使是你感兴趣的，如果你的观众并不感兴趣，并不喜欢，那么尽管这部影片它的内容非常好，非常有价值，观众不喜欢的情况下， YouTube 演算法也不会给这部影片更多推荐量的。有很多创作者，即使他们想要去发一些别的话题的影片，但是一想到发布出来的影片流量会很少，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影响到频道的整体表现，他们就没有勇气继续做下去，所以这就会让很多的创作者被局限在一个盒子里面了。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频道已经无法给自己带来创作的快乐了。做 YouTuber 其实是一件比较孤独的事情，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属于独立的创作者，也就是他们独自的去写影片，去拍摄影片、剪辑影片、制作缩图，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你并不需要去和别人交流，这样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种工作模式是相对孤独的。如果是全职的 YouTuber， 你就更容易感受到这一点了。不像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周一到周五都是能够和同事进行聊天的。当你成为全职创作者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比较单一，会相对孤立。而且我发现大部分的 YouTuber， 他们身边的朋友并不是做 YouTube 的，所以即使你和朋友进行聊天的时候，也不能够聊到 YouTube。这就是为什么我创建了一个创作者的会员社群创意联盟。
这课程资源不仅提供了会员社群，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创造者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有了这样的平台，能够减少大家的一些孤独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导致这些 YouTuber 退出 YouTube， 那就是他们扩张太快了。有很多这些大频道，他们都建立起了自己团队，去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作室，去满足产出更多内容的需要。当他们做出这一步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就转变了。他们从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去变成了一个团队成员的管理者，他们的工作也慢慢的从创作影片内容到管理成员，他们更需要做出的是决策的部分。然而有很多这些 YouTuber， 他们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他们初衷是想要去创作影片内容的，而并不是管理团队。所以在这次有很多的 YouTuber， 他们决定不再需要团队了，他们重新回到独立创作者的身份，所有的创作任务都是由他们完成。其实当你建立起团队之后，你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因为你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养活你自己，你的团队成员也是依赖你的，你需要去养活你的团队成员，这需要你去想方设法去做出更多正确的选择，去帮助你的团队不断的稳定经营下去，同时赚取更多收入。YouTuber 还是一个理想的职业，也是很多在观看这部影片的观众想要追求的。那么我们如何去避免导致自己过度疲劳、失去热情呢？首先，你并不能够把 YouTube 当成是你生活的唯一，你的生活还是需要有别的时间去放松娱乐的。你每天生活并不是在不停的去想影片的话题、写影片的脚本、拍摄影片、制作影片，这样不断的循环的。你需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做你其他的爱好，比如说看书、看剧、画画，做别的事情都是可以的。你需要让自己暂时离开这个创作的空间，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效率会高很多。你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不要看到别人他们每周能够更新好几次，比如说你看到我每周更新了3次影片，你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影片更新的压力。你想像我一样每周能够更新3次，但其实每个人制作影片的效率是不同的，进入这个行业的时间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今年我是做 YouTuber 第4个年头了，我现在制作影片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流程，会大大提高我的效率。但如果你是刚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你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制作影片的流程，那么你制作影片的效率肯定是没有我高的。所以与其逼迫自己去每周更新3部影片，还不如专心的把1部影片去制作好，这样也是能够让你频道稳定成长的，同时你自己也会压力小很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知道YouTube 上面的影片是有不同的生存周期的，有一些影片它属于长期内容的影片，也就是说这部影片发布之后的几年都是有机会被观众看到的。通常这类的影片是搜索类的影片，比如说 Canva 教程、剪映教程、Premiere Pro 教程，这些都是 YouTube 上面的观众会不断搜索的影片话题。还有就是短期高流量的流行话题影片，比如说这部影片，这个话题的趋势就是2024年新年的一开始，有一大批的 YouTuber 决定退出 YouTube。现在我这部影片在发布之后会有一个不错的流量，但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随着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越来越少了，那么这部影片它的流量也会越来越少，甚至是没有流量了。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一直在寻找热门的影片话题，不想要一直在制作出观众短期中意的影片内容，那么你频道里面有一定比例的内容是需要是长青话题影片的。我会推荐你去使用 TubeBuddy 这个数据分析工具，你能够使用 TubeBuddy 去找到在YouTube 上面的观众他们热衷于搜索哪类话题的影片。TubeBuddy 不仅会告诉你这个话题它在 YouTube 上面的搜索量有多少，同时也会告诉你这个话题它的竞争度有多少，这就代表着有多少其他创作者已经围绕这个话题去制作相关的影片了。他会推荐给你一些相关的搜索话题，能够更好的帮助你的影片去出现在搜索结果前列，去被更多观众搜索到。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注册 TubeBuddy， 并且你需要看这部教程，里面告诉你如何具体使用 TubeBuddy 这工具。你对这次大频道集体退出 YouTube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追踪我 IG， 能够会有更多互动。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